各位，今天咱们聊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人。这个人他在大清朝当了20年的财神爷，整个国库的钱加起来都不够他一个人零花。满朝文武见了他点头哈腰，连皇帝都管他叫一声爱卿，亲热的跟自家兄弟似的。可就是这么一号人物，从天堂到地狱只用了15天。15天是什么概念？你网购一件衣服退货的周期都比这长，你考个驾照科目2约号都排不上。但是这15天足够让一个富可敌国的超级权臣从金銮殿的红毯走到大牢里的白灵前。没错，我说的就是和珅。很多人对和珅的印象停留在电视剧里那个圆滚滚笑嘻嘻的贪官形象，成天被纪晓岚怼得哑口无言，好像就是个搞笑担当。但真实的和珅远比你想象的可怕。咱们先说他的钱。抄家的时候，嘉庆皇帝派人去和珅府上清点家产，你猜怎么着？光是记录财产的清单就写了109册。109册啊，你去宜家买个书架都放不下。这些财产加起来是多少呢？保守估计8亿两白银，有人说实际数目远不止这些。8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呢？当时大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大概在7000万两左右，也就是说，和珅一个人的家产相当于整个国家10年到15年的财政总收入。你品品，这是什么级别的财富？放到今天，那就是一个人的身家等于好几年的全国税收总额。这种量级的富豪，全球富豪榜上那些名字加在一起都得往后站站。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嘉庆4年正月，也就是乾隆皇帝驾崩之后的第15天，一条白绫挂在了牢房的横梁上，和珅自己踩上去，把脖子往里头一伸，完事了。从权倾天下到身败名裂15天，从坐拥8亿到一无所有15天，从万人之上到阶下之囚15天。你说这事离谱不离谱？但你要是仔细想想，其实一点都不离谱，甚至可以说这个结局和珅自己心里门清，他比谁都明白这一天迟早要来。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和珅这个人最大的本事不是贪钱，而是读人心。一个能读懂人心的人，怎么可能读不懂自己的命运走向呢？你看啊，和珅的发家史本身就是一部教科书级别的向上管理案例，放到今天任何一个商学院去讲，都能开一门课，叫做如何让老板觉得离不开你。他不是靠家世起来的。和珅虽然出身满洲正红旗，但他爹死得早，家道中落，小时候过的那日子说穷酸都是抬举了。但这个人天生就有一股子不服输的劲头，他知道自己的起点低，那就拼命往上够。他在咸安宫官学读书的时候就开始琢磨一件事：皇帝喜欢什么？别的孩子在那儿背4书5经，他也背，但他多背了一样东西，就是乾隆写的诗。乾隆这辈子写了4万多首诗，质量嘛，咱们就不评价了，但数量确实是冠绝古今。和珅愣是把乾隆的诗翻来覆去的读，不光读，还要揣摩乾隆的用词习惯，揣摩乾隆的思维方式，揣摩乾隆的审美偏好。这叫什么？这在今天叫做深度用户画像分析。他要做的不是拍马屁，拍马屁谁不会啊？满朝文武哪个不拍？但和珅要做的是精准触达，是让乾隆觉得这个年轻人跟自己心意相通，是灵魂层面的适配。果然，机会来了。有一次乾隆出行，銮驾上读到一份奏报，提到一个案子，乾隆随口说了一句“虎女出于千代”，这句话出自《论语》，意思是老虎犀牛从笼子里跑出来了。
引申为管理者失职。当时周围的侍卫大臣全愣了，没人接得上话。就在这个时候，銮驾旁边一个年轻的侍卫开口了，他不光接上了这句话，还顺着乾隆的意思往下分析了一通，引经据典，条理清晰，关键是每一句话都说到了乾隆的心坎里。这个年轻侍卫就是和珅。从这一刻起，乾隆记住了他。你要知道，乾隆是一个极度自恋的皇帝，他觉得自己文治武功样样第一，写诗天下无双，但满朝上下真正能跟他在文化层面平等对话的人太少了。那些老臣要么是真听不懂，要么是装听不懂，故意让着他。但不管哪种，乾隆都能感觉到那种敷衍。可和珅不一样，和珅是真的做了功课的，他能跟乾隆聊到一起去，而且聊的过程中还能恰到好处的让乾隆觉得自己更高明，这种感觉太舒服了。对乾隆来说，和珅不是一个下属，是一个懂自己的人。在那个高处不胜寒的位置上，有一个真正懂你的人，那种心理依赖是非常恐怖的。所以和珅的升迁速度快得吓人，从一个普通侍卫，短短几年之内就做上了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户部尚书、吏部尚书。最夸张的时候，他一个人身上挂着20多个官职头衔。大清朝200多年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做到这一点。但你要注意，和珅能走到这一步，绝对不只是因为会说话、会拍马屁，他是真的有业务能力的。他精通满蒙汉藏4种语言，在处理边疆事务和外交事务上是一把好手。他对财务的敏感度极高，管理户部和内务府的时候，那账本上的数字他门儿清。他还有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几件棘手的大案要案经他手里过，都处理得漂漂亮亮。换句话说，和珅是那种既有情商又有智商还有执行力的全能型选手，放到今天的职场上，那就是卷王中的卷王。关键人家卷还卷到了点子上，但也正是因为太能干了，问题就来了。一个太能干的宠臣必然会得罪所有人，因为你一个人把活全干了，别人怎么办？你一个人把钱全拿了，别人分什么？朝堂上的蛋糕就那么大，你和珅吃了80%，剩下那些王公大臣们喝汤都轮不上。他们能不恨你吗？但和珅不在乎，因为他吃准了一件事，只要乾隆在，谁都动不了他。这就是和珅最聪明也最致命的判断。聪明在于他看透了权力的本质，在皇权体制下，皇帝的宠信就是最大的护城河，只要这道河在，千军万马都过不来。致命在于他忽略了一个变量，或者说他不是忽略了，而是不愿意面对。乾隆会死的，乾隆不可能永远坐在那把龙椅上，而接班的嘉庆跟他和珅之间的关系，用今天的话说，那叫做零信任架构，从根子上就不兼容。嘉庆当太子的时候就看和珅不顺眼，这种不顺眼不光是因为和珅贪，更因为和珅在乾隆面前太红了。乾隆晚年搞了个太上皇的操作，名义上退位了，实际上还是他说了算。而和珅就是太上皇和新皇帝之间的传话筒。你想想这个场面，嘉庆坐在龙椅上当皇帝，但每一道重要的旨意都得先过和珅那一关，因为和珅能直接跟太上皇汇报，嘉庆名义上是天子，实际上是个被架空的吉祥物。这种憋屈，嘉庆忍了3年，3年的精神内耗，3年的隐忍蛰伏。3年里，他看着和珅在自己面前趾高气昂，看着满朝文武围着和珅转，看着自己这个皇帝活得还不如一个臣子有尊严。嘉庆4年正月初3，太上皇乾隆驾崩，
和珅的护城河一夜之间干涸了。嘉庆动手的速度快得像是排练了1000遍。正月初4，也就是乾隆死后的第2天，嘉庆就开始布局了。正月初8，和珅被革职。正月11，和珅被逮捕下狱。正月15，查抄和珅家产。正月18，赐白绫自尽。从乾隆咽气到和珅咽气，前后15天，这15天里发生的事情，说白了就是一场蓄谋已久的清算。嘉庆等这一天等了太久了，久到他连每一步该怎么走都想得清清楚楚。而和珅呢？当那条白绫递到他手里的时候，据说他很平静，提笔写下了一首绝命诗：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50年来梦幻真。他说50年的荣华富贵就像一场梦，但你仔细品品这个字，真他没有说50年来梦幻空，他用的是真。什么意思呢？他是在说，这场梦虽然是梦，但梦里的一切都是真真切切存在过的。那些权利，那些财富，那些风光无限，都是真的。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和珅还是那个和珅，不认输，不认错，不认命。他承认自己输了，但他不承认自己错了。这就是和珅，一个把向上管理做到了极致的人，一个把人性算计到了骨头缝里的人，一个在权力的游戏里赢了20年，又在15天内输得精光的人。接下来我要告诉你的故事，会比你知道的任何版本都更加残酷，也更加真实。很多人觉得和珅就是个贪官，运气好碰上乾隆这么个糊涂皇帝，然后就一路捞钱捞到死。这种看法太肤浅了。和珅要是只会捞钱，他活不过3级。大清朝的贪官多了去了，哪个不是捞着捞着就被人参倒了？凭什么就你和珅能捞20年还安安稳稳坐在那儿？原因很简单，和珅不是一个贪官，他是一个系统。对，你没听错，他一个人就是一套完整的系统，上能对接皇帝，下能整合百官，中间还能把钱的流转玩出花来。这种人放到今天，那叫做生态型选手。他不是在某个环节上强，他是把整个链条全吃下来了。咱们先来看看他掌权这20年到底干了些什么。和珅真正开始崛起是在乾隆40年前后，那时候他大概25、26岁，刚刚被乾隆注意到，从侍卫一路往上提，到了乾隆41年，他已经是军机大臣了，相当于今天的国务院核心成员。这一年他才26岁。26岁的军机大臣，你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找不出第2个。但这只是开始，接下来的20年里，和珅身上的官职头衔像叠罗汉一样越堆越高。军机大臣、内务府总管、户部尚书、吏部尚书、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崇文门、税务监督，领事、卫内大臣，最多的时候他身上同时挂着20多个职务。这是什么概念呢？你想象一下，一个人同时兼任财政部长、组织部长、国防部长、税务总局局长、中央警卫局局长，手里还捏着外交和民族事务的大权。这个人在朝堂上就是一个超级节点，所有重要的信息流和资金流都要经过他。和珅把这些权力经营得密不透风，他在吏部管人事，谁升官谁降职，他说了算。这就意味着全国的官员想要仕途顺畅，都得来找他烧香。他在户部管财政，国家的钱怎么花到哪里去，他说了算。这就意味着所有跟钱沾边的事情都绕不开他。他管内务府、皇帝的私房钱和皇家的吃穿用度，他说了算。这就意味着他跟乾隆之间有了一层超越君臣的
私人纽带。你看明白了吗？和珅不是在某一个领域做到了顶尖，他是把人权、财权和皇帝的信任三条线全部攥在了手里，形成了一个铁三角。这个铁三角有多牢固呢？给你讲几件事儿你就明白了。乾隆晚年有个爱好，下江南6次南巡，排场一次比一次大，花的钱一次比一次多。但你知道这些钱从哪儿来的吗？国库出一部分，但大头是和珅搞来的。和珅搞钱的手段堪称教科书级别，他不是简单的伸手去拿，他是搭了一套融资体系。地方官员想升职，先交一笔买路钱，这叫做易罪银。你犯了事不想被追究，交钱就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盐商茶商想拿经营许可也得交钱，这叫做报效银。各地的关税厘金过一道他的手，他再抽一层，这叫做火耗归公。这些钱有一部分进了和珅自己的腰包，但还有很大一部分他是往上交的。交给谁呢？交给乾隆。这一点非常关键。乾隆晚年花钱如流水，修园子、下江南打仗、办寿宴，哪样不要钱？国库的钱是有数的。户部那帮人天天哭穷，说没钱了，但和珅总能变出钱来。在乾隆眼里，和珅就是那个永远不会让自己失望的人，要多少给多少，从来不说不行。你想想，这是什么关系？这已经不是普通的君臣关系了，这是深度绑定的利益共同体。乾隆离不开和珅，因为和珅是他的钱袋子，没了和珅，他的日子就没法过得这么舒服。和珅离不开乾隆，因为乾隆是他的保护伞，没了乾隆，他就是砧板上的肉。两个人互相依赖，互相成就，互相捆绑，形成了一种近乎变态的共生关系。这种关系维持了整整20年。20年里，和珅到底攒了多少钱呢？说出来吓死人。嘉庆抄家的时候，清单一共列了109册。你知道109册是多少东西吗？光是房产就有几十处。北京城里的豪宅加起来超过3000间房，还不算他在外地的产业。金银珠宝那更是数都数不过来，黄金33500多两，白银300多万两。这还只是现银，没算那些值钱的玩意儿。光是珍珠就有成千上万颗，其中有不少是东珠，那是满洲贵族才能用的顶级珍珠。论品相论大小，比皇宫里的都好。翡翠玛瑙、珊瑚宝石一箱一箱的往外抬，抬了好几天都没抬完。还有当铺75间，银号42间，古玩铺13间，田地8000多顷。这些产业每年光是经营收入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最离谱的是什么呢？和珅家里搜出了一件纯金打造的东西，叫做金编钟，那是祭天用的礼器，按照规矩只有皇帝才能拥有，和珅居然给自己造了一套。这已经不是贪不贪的问题了，这是僭越，这是把自己当皇帝了。所有这些家产加在一起，后人估算大约在8亿两白银左右，有些说法甚至更高，说实际价值可能超过10亿两。8亿两白银是什么概念？当时大清朝一年的财政收入在7000万两上下，也就是说，和珅一个人的家产大约等于整个国家10到15年的总收入。民间后来流传一句话，叫做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话说的一点都不夸张。嘉庆确实靠着抄和珅的家把国库给填上了。但现在咱们把画面切一下，从这个富可敌国的巅峰时刻直接跳到15天后那个冰冷的牢房里。你试着想象一下那个场面。嘉庆4年正月18，
北京城还没过完年，空气里还飘着鞭炮的硫磺味。和珅坐在牢房的地上，面前放着一条白绫，白绫是赐死的意思。在大清朝，这算是给足了面子，毕竟没有推出去砍头示众，没有让你在万人围观之下丢人，赐白绫自尽，那是留了最后一点体面给你，让你自己了断，算是皇家对你最后的恩典。但这个恩典背后的含义其实更加残忍，他的意思是你连死都得感恩。15天前，和珅在干什么呢？15天前，他还在操持太上皇的丧事，还在以首席军机大臣的身份发号施令，还在以为自己能像过去20年一样控制朝局。乾隆驾崩的那天是正月初3，和珅接到消息的时候，应该是有一瞬间的慌张的，但他很快稳住了，因为他觉得自己还有牌可以打。什么牌呢？他觉得嘉庆刚刚亲政根基不稳，需要他这个老臣来稳定局面。他觉得自己经营了20年的关系网，不可能一夜之间就土崩瓦解。他觉得嘉庆就算要动他，也得先稳住朝局，怎么着也得过个1年半载。但和珅这一次把嘉庆看走眼了。嘉庆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太久了。你要知道，嘉庆是乾隆60年才正式当上皇帝的，但当上皇帝之后的3年里，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傀儡。乾隆虽然退位了，但军国大事还是他说了算，而和珅就是乾隆和嘉庆之间的中间人。所有重要的奏折先到和珅手里，和珅看完了转给太上皇，太上皇批完了再通过和珅传回来。嘉庆呢？嘉庆就坐在龙椅上当个摆设，连自己任命哪个大臣都做不了主。更过分的是，和珅还在嘉庆身边安插了眼线，嘉庆说了什么话，见了什么人，和珅都一清二楚。嘉庆这3年过的是什么日子？那是被监视、被架空、被当透明人的日子。你想想，这种滋味，一个皇帝活成了一个被管着的实习生，上面有个老板的老板压着，中间还有个老板的心腹盯着，自己什么决定都做不了，什么话都不敢说，连发个脾气都要掂量掂量会不会传到太上皇耳朵里。3年的窝囊，3年的隐忍，3年的蛰伏，嘉庆把所有的愤怒和屈辱都压在了心底。所以你就能理解为什么乾隆一死，嘉庆就动手了，而且动得这么快，这么狠，这么不留余地。因为这不是一时冲动，这是蓄谋已久的精准爆破。正月初4，乾隆死后第2天，嘉庆下旨让和珅和另一个大臣福长安日夜守灵，不得离开。表面上是让他们尽忠给太上皇守灵，实际上是把和珅困住了，让他没法回家联络，同党没法调动任何力量。这一招叫做温水煮青蛙。不，这连温水都算不上，这是直接把锅盖焊死了。正月初5、初6、初7，嘉庆开始接见大臣，收拢权力，同时暗中收集和珅的罪证。他让人去查和珅这些年干过的事情，贪了多少钱，卖了多少官，结了多少党，一桩一桩整理清楚，列成清单。正月初8，嘉庆正式动刀，一道旨意下来，革去和珅一切职务，同时下令逮捕。和珅就这么从守灵的殿堂里被押进了大牢，前后不到半个时辰。你想想这个画面，早上和珅还穿着朝服跪在灵堂前给太上皇烧纸，下午就被五花大绑押进了刑部大牢，连换件衣服的机会都没有。接下来的几天里，嘉庆公布了和珅的20条大罪。这20条罪状一条比一条狠，从贪污受贿到结党营私，再到僭越为治，把和珅20年干的事情全抖搂了出来。其中有几条特别有意思。
第一条是在乾隆当太上皇期间，和珅把持朝政大权，所有奏章先经他手，然后才呈给皇上，这叫做欺君。还有一条是说和珅家里的装修用的是楠木，雕的是蟒纹，这些都是皇家才能用的东西。你一个臣子用这些，那就是想当皇帝。还有一条更绝，说和珅的儿媳妇是公主，但和珅对公主不够恭敬，让公主给他行家礼。你家儿子娶了公主，那公主就是你的主子，你让主子给你磕头，你想干什么？这些罪名有些是真的，有些是罗织的，但嘉庆根本不在乎哪些真哪些假，他要的就是一个效果，那就是把和珅彻底钉死，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个人罪有应得。正月15，查抄和珅家产开始，那个109册的清单就是这时候搞出来的。据说搬运和珅家产的马车排了好几条街，从他府邸一直排到内务府的库房，搬了好几天都没搬完。正月18赐死。嘉庆原本想判和珅凌迟处死，但是和珅的儿媳妇是嘉庆自己的亲妹妹顾伦和孝公主，公主跪在嘉庆面前求情，说好歹给公公留个全尸。嘉庆想了想，行，那就赐白绫，让他自己体面地走。你看这个操作多有意思，杀你是一定要杀的，但给你选一个死法是可以商量的，最终让你死得稍微好看一点，还是因为你儿媳妇的面子。到了最后关头，救了和珅一个全尸的，不是他经营了20年的权力网络，不是他笼络的那些大臣同党，而是他拿来当政治筹码的那桩联姻。这讽刺不讽刺？让我们回到最核心的那个对比上来。掌权20年，家产8亿两，抄家清单109册，赐死只用了一条白绫，20年的积累。15天的崩塌，这个对比本身就已经说明了一切。和珅花了20年时间搭建了一座高楼，这座楼的地基是皇帝的宠信，墙壁是权力的交织，每一层都用白花花的银子浇筑，从外面看这座楼坚不可摧，金碧辉煌，但从里面看它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的地基只有一个支撑点，那就是乾隆。乾隆在这座楼就在，乾隆不在这座楼就塌，这就是和珅最大的悲剧。他太聪明了，所以他把所有的鸡蛋都放在了一个篮子里，因为他算得很清楚，在这个体制下，讨好一个皇帝比讨好100个大臣管用得多。他选择了效率最高的路径，但也选择了风险最大的路径。他不是不知道这条路的尽头是什么，他只是选择了不去想，或者说他想过，但他觉得自己还有时间，但时间不等人啊。乾隆89岁驾崩的时候，和珅才49岁。按理说他的路还长着呢，但一切都在那个正月初3的凌晨戛然而止。20年的布局，在15天内被连根拔起。109册的家产清单抵不过一条3尺白绫，这就是权力的真相。你以为你拥有它，其实是它拥有你；你以为你在操控它，其实是它在消耗你。你花20年的时间喂大了一头猛兽，最后发现这头猛兽从来都不是你的，它是皇帝的。皇帝换了，猛兽的主人就换了，而你就从驯兽师变成了猎物。和珅的20年和15天本质上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一个打工人用20年的时间把公司做到了巅峰，但他忘了一件事，公司不是他的，他只是个打工的。老板换了，新老板第一件事就是把他清算出局，连赔偿金都不给，还要把他这些年赚的钱全部追回来。沉没成本这个词你听过吧？
和珅这20年的经营就是一笔巨大的沉没成本。他投入了时间，投入了精力，投入了全部的身家性命，但到了最后，他发现这些投入全部归零了，1分钱都拿不回来。这不是和珅一个人的悲剧，这是所有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的悲剧。但话说回来，和珅有没有别的选择呢？说实话，在那个时代那个体制下，他真没有太多选择。大清朝的权力结构决定了所有的权力都来源于皇帝。你要想出人头地，就只能向上攀附，你攀附的越高，摔下来就越惨，这是一个无解的死循环。和珅只是把这个循环走到了极致而已。他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游戏的规则，他也比任何人都更清楚这个游戏的结局，但他还是选择了入局，选择了全压，选择了把自己的一切都赌在那张牌桌上，因为不赌的话，他就只是一个家道中落的落魄奇人，一辈子庸庸碌碌，无人知晓。赌了至少还能风光20年，就算最后输了，那也是轰轰烈烈的输。从这个角度来讲，和珅其实挺通透的。他不是不知道结局，他只是觉得过程比结局更重要。但这种通透到了最后那一刻，到了白绫挂在横梁上的那一刻，到了他提笔写下那首绝命诗的那一刻，还能不能撑得住呢？嘉庆4年正月18，北京城的天灰蒙蒙的刑部大牢里头，更是暗得伸手不见五指。和珅就蹲在那个又冷又潮的牢房角落里，面前搁着一条白绫。这条白绫是嘉庆赏的，赏这个字用得特别有讲究，杀你是处罚，但让你死得体面，那叫恩赏。嘉庆的意思很明确，你和珅罪该万死，本该凌迟，但看在你儿媳妇，也就是我亲妹妹的份上，给你留个全尸，你自己动手利索点。和珅接过白绫的时候，手有没有抖呢？史书上没写，但我猜没抖。为什么呢？因为和珅这个人一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体面。他在乾隆面前体面了20年，在满朝文武面前体面了20年，在天下人面前体面了20年。到了最后这一关，他不可能让自己垮掉。他这辈子太在意别人怎么看他了。但在拿起白绫之前，和珅做了一件事，他问牢头要了笔墨。牢头愣了一下，大概是没想到一个马上要死的人还有心思写字，但还是给他拿来了。毕竟这位爷虽然已经是阶下囚了，可10几天前那还是1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主，给支笔的面子还是要给的。和珅铺开纸，蘸了蘸墨，写下了2句诗：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就这2句14个字写完搁笔。你可能觉得这不就是一首普通的绝命诗吗？文人临死前写2句感慨人生的话太常见了，有什么好说的？但你要是仔细品品这14个字，你会发现这里头的信息量大得惊人。先看前半句：50年来梦幻真，和珅死的时候49岁。说50年是取了个整数，这没什么问题。关键是后面3个字梦幻真，注意他用的不是梦幻空，也不是梦幻灭，他用的是真。这个字太有意思了。如果他写的是梦幻空，那意思就是这辈子全白忙活了，到头来啥也没有，就是一场空。这是一种彻底的否定，是对自己这一生的全盘推翻。如果他写的是梦幻灭，那意思就是梦碎了，醒了完蛋了。这是一种痛苦的觉醒，是被现实打脸之后的哀嚎。但和珅2个都没用，他用了一个真字，梦幻真。意思是这50年的经历像一场梦，
但这场梦是真的。你品品这个态度，他没有否认自己这辈子做过的事，没有忏悔，没有后悔，没有说如果让我重来一次，我绝对不会走这条路。他说的是，这一切都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那些荣华，那些富贵，那些权倾天下的日子，都是实打实存在过的，不是幻觉，不是假象。一个人在临死前还能说出这种话，你说他是嘴硬也好，说他是通透也罢，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和珅到死都没有觉得自己走错了路，他只是承认这条路走到头了。再看后半句，今朝撒手谢红尘，撒手这个词用得特别精准，不是被夺，不是被抢，不是被迫放弃，是自己撒手。你想想，和珅这辈子抓过多少东西？他抓过权力，抓过金钱，抓过皇帝的宠信，抓过满朝的人脉，他什么都抓他，什么都要他，什么都不肯放手。但到了这一刻，他说我撒手了，不是别人掰开了他的手指头，是他自己松开的。这就是和珅最后的体面，他在告诉所有人，我不是被打败的，我是自己选择退场的。你们可以拿走我的钱，拿走我的官，拿走我的命，但你们拿不走我的姿态。谢红尘三个字就更绝了，谢是告别的意思，红尘是人间。他没有说恨红尘，怨红尘，厌红尘，他说的是谢，是感谢，是告别，是客客气气的挥挥手说，这个世界我来过了，玩够了，走了。一个即将被刺死的人用告别宴会的口吻跟这个世界说再见，你说这人的心理素质得强到什么程度？但你要是以为和珅到了最后真的这么潇洒，这么无所谓，这么云淡风轻，那你又小看他了。和珅写的可不止这两句。这首绝命诗完整版本有好几种说法，流传最广的版本一共4句。前2句就是咱们刚才说的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后面还有2句，他日水泛寒龙日，任取香烟是后身，后面这2句才是真正炸裂的部分。他日水泛寒龙日，寒龙这个词，有人解释说是和珅自比为龙，也有人说这是暗指某个时间某个事件，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最让人细思极恐的是最后5个字，任取香烟是后身。后身就是来世的意思。和珅在说什么呢？他在说将来某一天你们会看到我的转世，到时候别不认识我。一个将死之人不念佛，不求饶，不写遗嘱交代后事，而是放话说我会回来的。这份心气你服不服？后来民间就传出了一个说法，说和珅死后转世投胎了，投到了谁家呢？说法很多，其中一个版本特别有意思，但那不是今天的重点，咱们不扯远了。重点是和珅临死前的这首诗透露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那就是和珅对自己的结局早有预判。这不是一个被突然判了死刑，然后吓得浑身发抖的人会写出来的东西。这首诗的遣词造句、用典布局，处处透着一种从容，一种早就想好了的从容。换句话说，和珅其实一直在等这一天。你别觉得这话说得夸张，咱们回过头去想想和珅过去这些年的操作，你就明白了。乾隆晚年的时候，身体已经不行了，眼睛看不清，耳朵听不见，脑子也越来越糊涂。和珅作为贴身近臣，不可能看不出来乾隆时日无多。而乾隆一旦不在了，等待和珅的是什么？他心里比谁都清楚。那他为什么不跑呢？他为什么不在乾隆还活着的时候想办法给自己留条后路呢？他为什么不把家产转移出去，把关系网安排好，给自己弄个全身而退的方案呢？答案是他试过，但没用。和珅不是没想过后路，
他把自己的儿子封身阴德，娶了乾隆最疼爱的小女儿顾伦和小公主。这桩婚事就是一道保险。他以为有了公主这层关系，嘉庆多少得给点面子。他还在嘉庆身边安插了自己的人手，时刻监视嘉庆的动向，就是想在嘉庆有任何异动的时候，能提前知道，提前应对。他甚至在乾隆面前不止一次地提过，要不要把嘉庆换掉另立太子。虽然每次都被乾隆否了，但你看他这个想法本身就说明他对嘉庆的威胁是有清醒认知的。但所有这些布局都有一个前提，就是乾隆还活着。乾隆一死，所有的牌全废了。公主的面子只够保她一个，全尸保不了她一条命。安插在嘉庆身边的眼线，在乾隆死后的第一时间就被清理干净了。至于换太子这种事，那更是想都别想了。乾隆都没同意他一个臣子，哪有那个能量？和珅把所有能做的都做了，但他发现自己做的一切都不够，因为他面对的不是一个具体的敌人，他面对的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在大清朝的权力结构里，宠臣这个角色天生就带着一个自毁程序。你越红越有钱越有权，你就越招人恨。你活着的时候，所有人都怕你，但你的靠山一倒，所有人都会扑上来撕咬你，因为你身上有肉有油水有利益。新皇帝要立威，拿谁开刀最有效果？当然是拿前朝第一权臣开刀，杀了你一个人就能收服满朝文武，抄了你的家就能充实国库，收买人心。这笔账怎么算都划算。和珅就是那个最完美的祭品，他自己也知道自己是祭品，但知道又能怎样呢？他不可能辞官归隐，因为他掌握了太多秘密，知道了太多内幕。乾隆不会让他走嘉庆，更不会让他走。活着的时候你是心腹，想走的时候你就是隐患，他不可能造反。虽然他权倾朝野，但他没有兵权，就算有兵权，他也不敢反。满洲贵族的政治传统里，没有臣子造反当皇帝这条路，那是汉人的玩法，在旗人的规矩里走不通。他不可能投靠嘉庆提前站队，因为乾隆还活着呢，你就去巴结新皇帝，那就是背叛太上皇。乾隆知道了，你死得更快。前后左右全是死路，和珅被卡在了一个死局里头，动弹不得。所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等，等乾隆死，等嘉庆动手，等那条白绫出现在自己面前。你说和珅这20年是怎么过的？表面上他风光无限，权势滔天，每天上朝百官给他赔笑脸，回家数不完的金银财宝，出门前呼后拥威风八面。但在那些夜深人静的时刻，在那些独自一人面对烛火的时刻，他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呢？他一定想过死，他一定无数次在脑子里预演过自己覆灭的场景，他一定反复计算过乾隆还能活多久，自己还能撑多久。那个大限之日到来的时候，自己应该说什么，做什么，用什么样的姿态去面对。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这2句诗绝对不是临时起意随手写的，这是和珅在无数个不眠之夜里反复打磨过的句子。他早就想好了自己的绝笔应该是什么样的，他早就想好了自己要以什么样的姿态告别这个世界。他要体面，他要从容，他要让后人看到这首诗的时候，觉得这个人虽然贪得无厌，虽然罪有应得，但到了最后一刻，他依然是个人物。这就是和珅最让人唏嘘的地方。他的聪明，他的能力，他的手腕，他的情商，放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顶尖的配置。但他生在了那个时代，生在了那个体制里，他所有的才华最终都变成了自我毁灭的燃料。
越聪明越能干，就越被捆绑，越被利用，就越不可能全身而退。这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绝望。和珅在临死前看透了这一切，所以他写下了“孟焕真”3个字。真不是假的，这一切都是真的。我真的风光过，我真的辉煌过，我真的站在了所有人的头顶上。但也正因为是真的，所以摔下来的时候才格外疼。牢房里的和珅写完了诗，放下笔，可能深吸了一口气，也可能什么都没做。然后他拿起了那条白绫。白绫很轻，但和珅这辈子扛过最重的东西都没有这条白绫沉。他把白绫挂在横梁上，打了个结，站上了那张破旧的木凳。在脖子套进白绫的那一瞬间，他最后看了什么呢？是牢房潮湿的石壁，还是透过窗缝漏进来的那一丝光？又或者他闭上了眼睛，什么都没看，脑子里闪过的是紫禁城金銮殿上的琉璃瓦，是乾隆拍着他肩膀说爱卿辛苦了时候的那张脸，是自己府邸里堆成山的金元宝，是花团锦簇前呼后拥的20年。然后木凳倒了，一代权臣就这么走了。49岁，掌权20年，家产8亿两，最后换来的就是3尺白绫，一间冷牢一首绝命诗。嘉庆得到消息的时候，据说正在批折子。听完太监禀报之后，只说了2个字：知道了。知道了，就这么轻描淡写。你耗尽心血经营了20年的一切，在新老板眼里就只2个字：知道了。但话说到这里，可能有人会问了，和珅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吗？答案很明确，他知道，他从头到尾都知道。那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干呢？为什么明知道前面是悬崖还要往前跑呢？为什么明知道这笔账迟早要清，还要继续往里头投呢？因为他上了一辆停不下来的车。和珅从20几岁开始往上爬，每爬一步就多一层捆绑，多一层依赖，多一层回不了头。到了后来，他已经不是想不想贪的问题了，是整个系统需要他贪。乾隆需要他搞钱来维持排场，下面的官员需要通过他来打通关系，整个利益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和珅这个枢纽持续运转。他要是突然不贪了，不捞了，不当这个中间人了，整个链条就断了，而链条上的每一个人都会反噬他。他被自己亲手搭建的系统绑架了，这就像一个人创业做到了一定规模，公司里几千号人靠你吃饭，供应商合作方投资人全看着你，你就算知道这条路走下去迟早要出事，你也停不下来，因为停下来的代价比继续走的代价更大。至少继续走还能多活几年，停下来可能明天就完蛋。和珅选择了继续走，走到了尽头，走到了那条白绫面前。他这辈子精于算计，算无一策，唯独算不了一样东西，就是时间。他算不到乾隆什么时候死，也算不到嘉庆动手会这么快。他以为自己还有时间去周旋，去布局，去转身。但嘉庆给他的时间只有15天，15天，连反应都来不及就结束了。这大概就是命运最残酷的地方吧。你可以预知结局，但你永远预知不了它什么时候到来。和珅知道自己会死在权力的游戏里，但他没想到游戏结束的这么仓促，仓促到他连一句完整的告别都说不出来，只留下了14个字：50年来孟焕真，今朝撒手谢红尘。这14个字是和珅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点东西，没有遗嘱，没有交代，没有托孤，没有忏悔，就这14个字写完了这辈子的全部总结。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会有这一天吗？他知道，他一直都知道，但知道归知道，当这一天真正来临的时候，他心里到底是什么滋味呢？是解脱还是不甘？是释然还是愤怒？是如释重负还是万念俱灰？也许都有，也许都没有，也许到了那一刻，他已经什么都感觉不到了。20年的精神内耗早就把他的情绪消耗殆尽了，剩下的只有一具疲惫到极点的躯壳和一颗早就做好准备的心。木凳倒下的那一声响，是这个故事的句号，但围绕和珅的讨论远没有画上句号，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没有回答：乾隆到底知不知道和珅贪？这个问题困扰了很多人很多年。有人说乾隆老糊涂了，被和珅蒙蔽了；有人说乾隆晚年昏庸无道，看不清身边人的真面目；还有人说和珅的手段太高明了，连皇帝都被骗了。但这些说法全是扯淡。乾隆是谁呀？那是大清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实权皇帝，25岁登基，做了60年龙椅，又当了3年太上皇，前前后后掌权63年。这个人10几岁的时候就跟在雍正身边学帝王术，20几岁就能把一帮老谋深算的权臣玩弄于股掌之间。你跟我说他看不出和珅贪，他要是连这都看不出来，那他这60年皇帝就白当了。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乾隆从头到尾都知道和珅在贪，不光知道，他还默许了。不光默许了，某种程度上他甚至是鼓励的。为什么呢？因为和珅的贪对乾隆来说不是问题，而是工具。你想想乾隆的处境，他是一个极度追求排面的皇帝，6次南巡，每次都搞得天翻地覆，修圆明园，修清漪园，修成得避暑山庄，每一座园子都要修到极致。打了10次大仗，号称十全武功，每一仗都要砸钱，过个生日寿宴摆几千桌，赏赐大臣的银子一撒就是几十万两。这些钱从哪儿来？国库的钱是有数的，户部的官员天天在他耳边叫苦，说入不敷出，但乾隆不想听这些，他就想花钱，花大钱，花痛快的钱。这时候和珅出现了。和珅说：“陛下，你别愁钱的事，钱我来想办法。”然后和珅就开始在下面搞钱，易罪银也好，卖官鬻爵也好，层层盘剥也好，不管用什么手段，他总能变出钱来，而且每次都能精准地满足乾隆的需求，要多少给多少，从来不打折。你说乾隆能不知道这些钱是怎么来的吗？他当然知道，但他选择不问。不问不是因为不知道，是因为不想知道。这在管理学上叫什么呢？叫做有意识的视而不见。老板不是看不见你加班的手段不合规，是你把业绩做出来了，他就不追究你的过程。乾隆和和珅之间的关系本质上就是这么回事儿。乾隆需要一个人替他干脏活，当皇帝的不能亲自下场去搜刮民脂民膏，那太难看了，有损圣明天子的形象。但他又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来维持自己的排场和面子，怎么办呢？找一个人替他去干这件事。这个人得足够聪明，足够能干，足够忠心，最关键的是这个人得愿意背锅。和珅就是那个完美的背锅侠，他替乾隆搜刮，替乾隆敛财，替乾隆做那些见不得光的事情，而乾隆只需要坐在龙椅上扮演英明神武的角色就行了。钱到手了，名声也保住了，两全其美。至于和珅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捞了多少，乾隆的态度是随便你。你能帮我搞来10个亿，你自己留3个亿，那是你的本事，只要我这边够花就行，你爱怎么花怎么花。这就是乾隆和和珅之间真正的默契。
不是君臣之间的信任，是利益合伙人之间的分赃协议。而且乾隆心里还有一层更深的算盘，和珅贪得越多，他就越离不开皇帝的保护，越离不开皇帝的保护，他就越忠心，越忠心，越忠心，他就越好用。这是一个完美的控制闭环。你想想看，和珅贪了那么多钱，得罪了那么多人，如果没有乾隆罩着他，分分钟就被人撕碎了。所以和珅必须死心塌地地跟着乾隆，必须把乾隆伺候好，因为乾隆就是他唯一的保护伞。乾隆用宠信把和珅喂肥，同时也用宠信把和珅捆死。这招在帝王术里有个名字叫做以贪御臣。让你贪不是因为我大方，是因为你贪了，你就有把柄在我手里，你就永远翻不了天。哪天你不听话了，我把你的事儿抖出来，就能让你万劫不复。但只要你听话，这些事我就当没看见。雍正朝的时候，年羹尧就是这么被收拾的。明朝的时候，严嵩也是这么被收拾的。再往前推汉朝的霍光，死后被抄家，也是一个路数。皇帝养一个大贪官，从来不是因为糊涂，而是因为精明。大贪官就是皇帝的私人银行，平时让你经营，让你壮大，让你做得越大越好。等到需要钱的时候，或者需要立威的时候，一刀下去，连本带利全收回来。和珅就是乾隆养的那头猪，养了20年，养肥了，然后留给了下一任去宰。你以为乾隆没想到和珅的下场吗？他想到了，但他不在乎，因为和珅的下场不是他需要操心的事情，那是下一任皇帝的事情。对乾隆来说，和珅的价值在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被充分榨取了，死后的残值那是送给嘉庆的一份大礼。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句话不是嘉庆自己说的，但这个局是乾隆早就设好的。乾隆太了解权力交接的规律了，新皇帝上台最需要什么？需要钱，需要威望，需要一个靶子来树立权威。和珅完美地满足了这3个需求，杀了他能立威，抄了他能得钱，动了他能让满朝文武知道新皇帝不是好惹的。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和珅的命运在他飞黄腾达的那一天就已经注定了。乾隆选中他的那一刻，其他就同时被赋予了2个角色，一个是乾隆朝的宠臣，一个是嘉庆朝的祭品。前一个角色让他活得风光，后一个角色让他死得凄惨。2个角色加在一起才是他完整的使命。他就是乾隆留给嘉庆的一台提款机。乾隆活着的时候，他替乾隆提款；乾隆死了之后，他本身就变成了那台提款机。嘉庆要做的只是走过去按一下按钮，把里面的钱全部取出来。你说和珅知不知道自己是一台提款机？我觉得他知道，他可能很早就知道了，可能在乾隆第一次默许他贪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也可能在乾隆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儿子的时候，他就看透了。皇帝把女儿嫁给你儿子，不是因为看得起你，而是因为要把你绑得更紧。有了这层姻亲关系，你就更加跑不掉了。你的家族和皇家捆在了一起，你就再也没有退出的可能。这哪是联姻啊，这是上了一道锁。和珅接受了这道锁，因为他没有别的选择，或者说他有选择。他可以选择不贪不捞，不接受这些危险的好处，做一个清清白白的普通官员，领着朝廷发的那点俸禄过日子，安安稳稳地活到告老还乡。但那样的话，他就不是和珅了。和珅这个人骨子里有一股子不安分的劲头。他从小受过穷，挨过饿，看过别人的脸色，他太知道没有钱没有权的日子是什么滋味了。
所以当机会摆在面前的时候，他不可能不抓；当权力向他招手的时候，他不可能不迎上去。穷过的人对富贵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执念，他不是贪婪，他是恐惧。他恐惧回到从前那种日子，恐惧失去已经拥有的一切，恐惧有朝一日又变回那个被人看不起的穷小子。所以他拼命地抓，拼命地攒，拼命地往自己身上堆砌更多的财富和权力，好像这些东西堆得够多，就能把恐惧压在下面，永远出不来。但恐惧这个东西，你压得住一时，压不住一世。它会在每一个深夜，每一个独处的时刻，悄悄爬出来提醒你，这一切都是暂时的，这一切都是借来的，总有一天要还的。和珅的20年，就是在拥有和恐惧之间反复横跳的20年。白天他是那个意气风发的何中堂，晚上他是那个被噩梦缠绕的和珅。这种精神内耗消耗的不仅仅是情绪，还有判断力。到了后期，你会发现和珅的很多操作明显没有早年那么精准了。他开始变得粗暴，变得嚣张，变得不那么在意遮掩。他在自己家里用皇家规格的装修，他让公主给自己行家礼，他在朝堂上越来越不把其他大臣放在眼里。这些行为以前的和珅是绝对不会做的。以前的他多谨慎，多小心，多懂得藏拙啊！但到了后来，他好像不在乎了，好像在故意作死。为什么呢？因为他累了。20年如履薄冰的日子太累了。每天早上睁开眼睛，第一件事就是想今天乾隆的心情怎么样，有没有人在背后参我，有没有什么纰漏被人抓住了把柄。每一个决定，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都要精密计算，不能出一丝一毫的差错。这种高度紧绷的状态维持20年，任何人都会崩溃。和珅没有崩溃，但他变了。他从一个精密的计算者变成了一个疲惫的赌徒，从步步为营变成了破罐子破摔。他开始用一种近乎自毁的方式来对抗内心的恐惧。你不是怕失去吗？那就干脆不怕了。你不是怕死吗？那就干脆不想了。爱怎么着怎么着吧。反正这一天迟早要来，还不如活一天算一天。这就是和珅最后几年的真实状态。一个极度聪明的人，在极度疲惫之后选择了躺平，不是不挣扎了，是挣扎累了。所以当嘉庆4年正月那条白绫真的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和珅的反应才会那么平静。不是因为他看开了，是因为他等太久了。等一只靴子落地，等了20年，当这只靴子终于落下来的那一刻，比起恐惧更多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终于来了，终于不用再等了，终于不用再算了，终于不用再算了，终于可以不用每天绷着那根弦了。50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撒手2字写尽了一切，不是被迫松手，是主动撒手。20年攥得太紧了，手指头都僵了，现在终于可以松开了。松开的那一刻，他大概是笑了的吧，不是苦笑，不是冷笑，是那种终于可以休息了的笑。和珅的故事说到这里，其实可以结束了。但我还想多说几句。很多人看和珅的故事，会觉得这是一个贪官的报应，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活该。这么看当然没问题。和珅确实贪了不该贪的钱，做了不该做的事儿，他的下场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这一点毫无疑问。但如果你只看到这一层，那你就浪费了这个故事。和珅的故事真正值得思考的地方，不在于一个贪官怎么被收拾了，而在于一个聪明人怎么被一套系统给吞噬了。
它是那套系统里最耀眼的零件，转得最快，效率最高，产出最大。但零件终究是零件，零件的命运不是由零件自己决定的，是由操控机器的人决定的。乾隆是第一任操控者，他让和珅这个零件高速运转了20年，把它的价值榨取到了极致。嘉庆是第二任操控者，他把这个磨损殆尽的零件拆了下来，扔进了废品堆，然后从零件里回收了最后一点残余价值。从头到尾，和珅都没有真正拥有过什么。他以为自己拥有了权力，拥有了财富，拥有了皇帝的宠信，但这些东西没有一样是真正属于他的。权力是皇帝借给他的，财富是皇帝默许他攒的，宠信更是皇帝随时可以收回的。他这辈子最大的错觉就是以为借来的东西用久了就变成自己的了，但借来的终归是借来的，催债的人迟早会来敲门。嘉庆就是那个敲门的人，敲门声响了15天，然后一切归零。这个故事最讽刺的地方在于和珅至死都保持着体面和从容，好像他早就接受了这个结局。但你仔细想想，一个人需要用20年的时间来为自己的死亡做心理准备，这本身就是一种极致的残忍。他活着的每一天都在为死亡倒计时，他享受的每一分荣华都在为最后的清算积累筹码。他就像一个明知道炸弹会爆却被绑在炸弹上的人，能做的只是在爆炸之前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这是和珅的悲剧，也是所有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的人的悲剧。当你的生死荣辱全系于一个人的好恶，当你的一切成就全建立在别人的恩赐之上，那你就永远是一颗棋子。不管你在棋盘上走到了多高的位置，下棋的人一伸手就能把你拿掉。和珅用49年的人生和8亿两白银的代价告诉了后人一个道理：你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是那个下棋的人，在权力的棋盘上，除了坐在最上面那把椅子上的人，其他所有人都是棋子，区别只在于有的棋子被用得久一点，有的被用得短一点。和珅被用了20年，算久的了，但再久也有被丢掉的那一天。正月18那天，北京城的天是灰的，和珅闭上眼睛之前，最后看到的也许就是那片灰蒙蒙的天。灰色的天，灰色的天，灰色的墙，灰色的白绫，连死亡的颜色都是灰的。只有他那首绝命诗里还残留着一点亮色。50年来梦幻真，真这个字是和珅留给自己最后的一点倔强。这场梦是真的，这辈子是真的，那些风光的日子是真的，哪怕一切都没了，这个真字谁也拿不走。好了，和珅的故事到这里就讲完了。一个宠臣，一台提款机，一颗棋子，一个用20年的辉煌换了15天的覆灭的人。乾隆的宠臣，嘉庆的提款机，8个字写尽了和珅这一生。下期咱们接着聊一个比和珅更早也更惨的人，一个同样聪明绝顶，同样死于权力游戏的人。他的名字你们一定听过。咱们下期见。